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再次参加《你好星期六》，牌面不错，莲花楼输得不冤。当8月正式过半，1年1度的暑期档也即将进入尾声，电视剧领域的一轮激烈角逐正逐渐揭晓。其中，以杨洋主演的《你是我的人间烟火》为代表的剧情遭到了群嘲，肖战和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表现一般，而迪丽热巴与龚俊领衔主演的《安乐传》则经历了高开低走的曲线。与之相对，唯有《莲花楼》和《长相思》两部作品脱颖而出，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。众所周知，程毅和杨紫之前曾合作过的《沉香如屑》曾一度掀起收视狂潮，两位主演也因此被誉为沉香夫妇。然而，这一次两人的新剧却在同一时期上线，前者搭档了曾舜晞和萧舜尧，共同闯荡江湖；后者则与邓为、张晚意以及谭健次等3位男主演合作，开启了一段仙侠虐恋的故事。尽管两部剧的题材截然不同，但由于同处于暑期档，不可避免地被拿来进行比较。8月15日，程毅和杨紫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登场，而评分也迅速出炉。莲花楼的豆瓣评分高达 8.0， 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成绩，无论是在电视剧领域还是在整个影视领域都足以傲视群雄。而另一部作品《长相思》的评分稍低，为 7.6， 虽然目前略显领先，但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以及剧集的热度逐渐攀升，其后续评分上涨的空间仍然较大。从评分来看，莲花楼的质量似乎不亚于《长相思》。然而，就在各大平台的热度方面，莲花楼并未像预期那样大爆，而长相思则被官方认证为一部爆剧。甚至可以从两部剧在《你好星期六》节目中的待遇差异中看出，莲花楼的口碑优势并没有让它在宣传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，反而不如长相思受到更多宣传的支持。值得关注的是，《快乐大本营》官方微博的名称已正式改为湖南卫视综艺，标志着其已经成为了过去。而《你好星期六》则逐渐取代了《快乐大本营》的位置，并在收视和影响力方面稳步上升。尤其在暑期特别季开启后，除了《玉骨遥》以外，其余几部大剧都纷纷登上该节目进行宣传推广。而《长相思》更是在这个节目中录制了2期，充分展现了其爆剧待遇的高度。眼下《你好星期六》的档期非常紧张，莲花楼的播放时间甚至要等到剧集结束后才排上号。相反，长相思剧组却得以连续录制2期节目，这表明了长相思在宣传方面的优势。在娱乐产业中，节目的宣传和制作安排往往会对作品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。此次，杨紫、邓为、谭健次、张晚意以及王弘毅等5位主演再次登上《你好星期六》节目，其排场也足以说明莲花楼在宣传方面输给了长相思。关注《你好星期六》的观众或许已经了解，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的长相思剧组，节目组为杨紫量身定制了一整期节目，以游戏为主，避免透露剧情。然而，在长相思第1季完结后，节目组的策略发生了变化，以该剧中的人物关系为主题，为主演们打造了联名特辑。这次长相思与《你好星期六》联名特辑被命名为相思好6街，这明显展示了对杨紫等人的高度重视。节目组的灵活策略在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使得宣传效果更加凸显。显然，莲花楼无论从演员表现、剧情设置还是后期制作等方面，都是一部高水准的剧作。然而，宣传的差距却导致了其在口碑和影响力。02杨紫1带4长相思超过苍兰诀了吗？暑假杨紫带着4个大帅哥横扫各种排行榜，很有点去年夏天苍兰诀大火的感觉。今年的剧真的很奇怪，一个个都是将爆不爆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连续几个古偶扑街之后。其实长相思放出海报的时候，业内没有多少人有信心，虽然相信杨紫的演技，但几个男主感觉都是2线小生，没一个之前挑过古偶大梁。再看剧情介绍，基本上是中规中矩的仙侠剧，没有去年像苍兰诀那样脑洞大开，男女主灵魂互换的这种梗。剧情上不新奇大胆，演员大多数并不有名，这些因素都指向其实很难出圈。开播前有多不看好，开播后就有多惊喜，演员演技全员在线，妆容精致符合剧情，
连只有几集的配角桑田儿的戏份都诚意满满，让观众动容。而且这部剧有一种节奏，不紧不慢，娓娓道来的给你展开画卷讲故事。光造景就花了1年，拍了半年，后期制作又花了1年，这才呈现出如今的效果。再来看主角杨紫，在清水镇一出场就是男人装，大大咧咧的样子，松松垮垮的混混样，没有一点偶像包袱，让文小六这个角色一出场就立住了。杨紫一直很能扛剧，之前跟她搭戏的男演员经常一夜爆红，比如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李现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凤凰和润玉，杨紫也被称为锦鲤女友体质。爆款剧一定要男主也很给力，这样2个人才能产生化学反应，让观众入戏。这部剧中的4个男主各有各的特点，互相不冲突，有温润如玉的小狐狸，有深情又霸道的香柳大人，还有腹黑残酷的表哥，外加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风龙。前20集杨紫基本上就是在演一个男人，一点都不做作，非常放得开，感觉就是一个小男生附体。虽然是男装，但是和各位男演员在一起互动不尴尬，这一点就让人刮目相看了。杨紫不仅有演技，而且非常会搭戏，也就是说她不抢戏，甚至懂得去烘托男演员的气质，男角色在她这里很容易出彩。长相思的火爆绝对不只是杨紫一个人的功劳，它其实是一部群像戏，与其说长相思像苍兰诀，不如说更像10年前的步步惊心。当年步步惊心的势头，让剧中的男女演员，特别是阿哥团里的吴奇隆、林更新，都是靠这部剧火了很多年。有的剧火只是当时，过了一阵子就没有水花了，而真正有内容的经典剧，它会持续很多年，这就是演员选剧本的重要性。虽然现在《长相思》只播了第1季，貌似第2季要到年底了，但因为和步步惊心同为作者同华出品，质量上有保证，这个长尾效应还真不能小看了。长相思从故事到演技，从场景到服化道都是今年的上乘之作，相信他的用心能被观众看到。暑期档第1爆的角色，程毅、肖战、邓为杨紫等人被提名，你喜欢谁呢？暑期档转眼已经过去了一大半，现在只剩下最后1轮的竞争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今年暑期档虽然没有现象级大爆剧，但是小爆剧是非常多的。从长风渡偷偷藏不住开始，到后面的我的人间烟火、玉骨遥、莲花楼、长相思等等作品，都收获了大量观众。那么今年暑期档第1爆的角色是谁呢？长相思是必须要提名的，因为这部剧有多位角色都成功得到了大家的喜欢。首先肯定是杨紫，作为大女主，她起到了最大的作用。毕竟一开始大多数人都是冲着杨紫追剧的，然后才被剧内的其他角色所吸引。邓为是长相思吃到红利最多的，因为她话题度最高，同时她的总圈粉量也是该剧最高的。不过相较于涂山璟，大多数更喜欢她的叶17吧，所以她爆出的角色应该是叶17。同样吃到很多红利的还有谭健次，她饰演的香柳让人惊艳。如果单看颜值造型，她应该属于那种一眼沦陷的类型。她的香柳实在太让人心动了，只可惜她的爱意女主一直不知道。肖战则是出演了《玉骨遥》里面的石影，这个角色从出场开始便已经让人移不开眼睛，只不过没有大爆，有点让人意外。这部剧里面，肖战的状态是真好，古装扮相也是真好看，他的人设也很饱满，值得一看。程毅则是在《莲花楼》里面出演了男主，他的2个角色都很圈粉，一个是武功盖世的李香怡，一个是遇事异常淡定的李莲花。同一个人，却因为经历变成了2种性格，程毅把他诠释得很好，所以2个角色都很招人喜欢。同样因为《莲花楼》被关注到的还有方多病，他的角色也是很讨喜。他明明是一个富二代，但是嫉恶如仇，充满满腔热血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也能够正确选择。对待朋友，他也是忠肝义胆。魏大勋是不得不提的一位，毕竟他是暑期第1个真正爆出圈的顶流。他在我的人间烟火里面戏份不多，表演确实精彩。也因为如此，他虽然只是特别出演，却成为了我的人间烟火里面吃到红利最多的人。还有陈哲远的段嘉许，也曾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
这个角色让他摆脱了带爆小生的称号，进入流量小生行列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呢？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